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收到绿联家的一款充电宝，就是我手上这个100瓦的迷你版的充电宝，能量派系列的。不是很多老铁想要这种充电宝吗？ PD 100瓦的输出功率，而且这个体积也不大，不是自带线的版本。外观的话跟咱们前面测试过的绿联130瓦很像。没有看过绿联130瓦充电宝测拆视频的朋友们，去咱们主页看看。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这个绿联的100瓦迷你版的小充电宝。包装盒还是延续着绿联能量派系列充电宝的一个包装盒，3C 认证标识，绿联标识100瓦上飞机，安心充电100瓦标识，能量派12000毫安，大功率快充移动电源。这边就是可支持的设备，规格信息、制造商信息、条码信息，底下还有一个条码信息。我们打开包装盒，内部还有一个盒子作为一个衬托，这是充电宝本体，50公分长，5安的一根充电线，产品的说明书，产品的保修卡。我们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充电宝本体，放在我手掌上，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大小。充电宝表面磨砂处理，连这一个显示窗口它也是磨砂的处理，比那种光面的话就好多了，就不会印上指纹了。这里绿联的标识，右侧功能按键，左侧这一边就是100瓦12000毫安的标识，跟130瓦能量派一样，有2个防滑条。充电口的话是2个，一个 USB-A 口，内部舌片为紫色，一个是 Type-C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这一个是输入输出口，最高功率100瓦，这里写着绿联设计的标识。这边则是规格信息，我们来看一下，12000毫安100瓦，型号的话是 PB724，电池的额定能量值44瓦时，大家记住这个值。我们5次充放电要用，容量的话是14.8伏的情况下是3000毫安。Type-C 一口输入功率最高支持65瓦 ，Type-C 一口的输出功率最高支持25伏5安100瓦。USB-A 口最高输出功率12伏1.5安，总输出2个口同时用5伏4安。电芯的容量12000毫安。内部就是4乘3000，也就是说里面有4颗3000毫安的电芯，额定容量6800毫安，5伏4安的情况下。制造商信息，绿联公司，3C 认证，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循环5年，请勿靠近火源。循环锂电池，请勿扔向垃圾桶。这个是产品的 SN 码。充电宝的高度115毫米，宽度45毫米，厚度的话也是45毫米。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一起416克，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324克，单充电宝重量309克。这根50毫米的线都有15克。这根50公分的线材的话，咱们就不测试它了，因为它是非标线短的。但是绿联的品质和做工的话，大家要相信。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完了，我们就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的话，比130瓦的那一个亮度要高多了，但是它显示功能的话就比较单一了。关机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笑脸的标识，我们再按一下它就会显示98%的电量。我们把这个电量给它放完，这个充电宝的电我们已经把它放完了。5次充放电循环的充电，我们全部用这一个绿联的65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进去了多少电量。第一次充电充进去45.34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13分钟。因为这个充电宝只支持65瓦，差不多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可以充满电。这个充电宝第一次放电用的100瓦的功率来给它放的电，现在电已经放完了，总共放出电量35.64瓦时，放电时间的话26分钟。第一次放电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个记录。放电放到8分钟的时候，直接启动过温保护，停了，还剩37%的电，继续放电。在12分钟的时候停了第2次，还剩下25%的电，过温保护。这个时候充电宝的表面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我就停了20分钟时间，然后进行第3次放电，放到16分钟的时候又停了，还剩10%的电。最后的电量我们是用45瓦的功率把它放完的。这就是第一次100瓦功率放电的一个全过程。这个充电宝电充满以后，这个图像的标识又变了，2颗新的标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充进去多少电量。这一次充进去44.54瓦时的电量，充电时间的话1小时05分钟，65瓦充电器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这一次充电宝的电量又一次放完了，
这第二次放电放出 35.63 瓦时的电量，放电时间34分钟。这一次是65瓦的功率放的电。这个放电过程的话，65瓦功率放到28分钟，直接过温保护，然后就是后面45瓦功率把最后10%的电量全部放完。这个充电宝第三次充电又充满了，这一次充电充进去 45.92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27分。我们第三次放电的话，就用45瓦的功率给它放，看看能不能一次性放完。这一次全程45瓦功率，总共放出电量 38.18 瓦时，放电时间50分钟，一次性放完。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电已完成，一共充进去电量 45.98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05分钟。这一次放电的话，我们就用36瓦的功率来给它进行放电。这一次一共放出 37.93 瓦时的电量，放电时间1小时02分钟，全程36瓦功率一次性放完。这个充电宝第五次充电已完成，充进去电量 46.51 瓦时，充电时间1小时33分钟。这最后一次放电的话，我试了一下这个充电宝，5伏 3.6 安的话，它就自动保护了。我们是用的5伏 3.5 安的功率，一次性把它放完，放出 35.79 瓦时的电量，放电时间2个小时，放出的容量是7130毫安。这个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6800毫安，它是5伏4安，我用了5伏 3.5 安，放出多了300多毫安，很正常的啊。如果是5伏4安放电的话，就跟这个额定的是差不多的。这一个小巧迷你的绿联100瓦充电器，经过5次实际的充放电，我们可以算出实际充放电得出来的一个数据，平均下来它的转换效率可以到 80.2%。按照官方额定的 44.4 瓦时的能量值，我们同样的换算出它的平均转换效率高达 82.4%。这么小巧迷你的一个充电宝，敢做到100瓦的功率，确实需要厂家的勇气啊！功率做得越大，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转换效率的数值。这个效率做的确实是很不错的。这个充电宝的电我又把它充满了。这一次我录了一个完整的自充曲线图，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整个充电过程，前面24分钟61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然后降到52瓦的功率，充了几分钟时间，然后再降到43瓦的功率，一直充到 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一个充电过程，从没有电到充满电，一共花了1个小时，充进去的能量值是 45.89 瓦时。跟我们前面5次充放电循环都是差不多的。进入实际充电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2个充电口它协议支持的情况。首先是这个 Type-C 一口，它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 ，QC 2.0 的5伏、9伏、12伏，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18瓦。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24瓦。PD 3.0 100瓦 ，PPS QC5。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档位20伏5安100瓦。PPS 的话，只有一个 PPS 档位，它是 3.3 至21伏的5安。然后这一个 DCP 和 Apple 2.4则是2个基础功率。然后这是 USB A 口快充协议的情况，融合快充点进去，5至5.5伏的3安，5.5至11伏的3安，33瓦的一个融合快充。还有就是这个 A 口的协议，应该是我这一个 003C 的问题，这是安卓的其他的协议，有 QC 3.0 的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24瓦功率，华为 SCP 的5至12伏的23瓦功率，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24瓦功率，还有这一个 DCP、SAM 和 Apple 2.4，这3个是基础功率，这个是我仪表的问题，读这个 A 口的协议我要读2次才能读出来。通过协议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测试过的绿联130瓦的那一个充电宝的协议是差不多的，它的 PPS 只有一个单 PPS， 我们就从这一个 A 口来测试它的满电情况，可以充几部手机。首先就是用这一个 OPPO 的 K12 来测试一下融合快充，这个手机的电池是5500毫安，目前这个手机还有 7% 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一个 OPPO K12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标准的融合快充一个充电曲线图，起始功率23瓦，充到 90% 功率27瓦，逐渐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充到 90% 以后就是呈梯形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充电过程一共耗时54分钟时间，符合融合快充的一个正常的充电速度。充完这一个 OPPO K12 还有 34% 的电量，我们再拿一台手机过来把它电给它耗完。这一部手机是一加的 AC13， 目前电量还有 1% 的电，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充电宝电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一部一加手机充进去 77% 的电，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融合快充起始功率23瓦，充到没电的时候26瓦，这是融合快充的一个典型的曲线图啊。充电宝没电了，这个充电宝从2次手机充电的实际测试来看，我们实际放出来的能量加起来是36.93瓦时。前面的充电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充进去的电量是45.89，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也可以高达80%，证明这个充电宝还是很不错的。别看这个充电宝这么小，1.7部安卓手机它可以充满，如果是充苹果手机的话，随便什么型号充2部完全没有问题。这一个充电宝的100瓦，它是一个纯 PD 的100瓦 ，PD 协议它是公版的协议，所以说只要是支持 PD 公版协议的设备，直接用它就可以了。100瓦、65瓦、45瓦它都可以。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对其他品牌的手机它的快充兼容性怎么样。苹果手机的兼容测试，我们就用这一个苹果13 Pro Max， 这个手机可以支持27瓦的 PD 功率，启动 PD 27瓦，真实功率一直在攀升。跑到26.8瓦，这个功率足足的啊，所以说这种充电宝的话，它对 PD 公版协议支持是完全不在话下的。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Z9， 显示的是正在充电，实际功率的话大概在12瓦左右。Echo 的话可以启动快充标识，功率的话24瓦，这是融合快充的起始功率。这一部手机是荣耀100，华为和荣耀就参考这一个型号的兼容性，可以显示双闪快充，真实功率大概在10瓦左右，也是9伏的快充档位。Echo 则可以启动超级快充，功率的话可以到20瓦左右。这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可以显示快充 2.0， 真实功率跑到个20瓦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新款的话，功率会更高一点。USB Echo 的话，功率也可以跑到15瓦左右。这个充电宝最大的遗憾就是 PPS 档位设定的问题，希望厂家的话后续把这一个问题改进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的最关键的数据，就是2个充电口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Type-C 口它的文波情况。这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7.6 毫伏，平均文波14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9.3 毫伏，平均文波17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8.7 毫伏，平均文波15.4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2.6 毫伏，平均文波23毫伏左右。这是45瓦功率段的文波，表现很不错啊。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5.2 毫伏，平均文波在 51.5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2.7 毫伏，平均文波79毫伏左右。这是100瓦最高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情况，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来测试它的 USB Echo 的文波的情况。这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最高文波 19.1 毫伏，平均文波 13.9 毫伏左右。9伏2安18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2.7 毫伏，平均文波在15毫伏左右。12伏 1.5 安大概也就是18、9瓦的样子，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6.7 毫伏，平均文波 13.2 毫伏左右。这个 Echo 的文波表现非常的极品啊。这个绿联能量派100瓦的迷你充电宝测试下来，像这种迷你小体积，而且是真实的100瓦的大功率，能做到80%的效率，确实是非常不错的。2个充电口的交流文波控制也是非常的不错。满电的情况下，充 1.7 部安卓手机，充2部以上的苹果任意型号的手机，非常不错。苹果手机和 iPad 等等 PD 公版协议的设备可以闭眼入手，安卓手机蓝绿厂的融合快充都是没有问题的，其他安卓应急充电也算是 OK 的。马上双11就要到了，这个充电宝最近官方是有活动的，想要入手这款充电宝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咱们橱窗下面有链接。喜欢我视频的铁子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